对，确实。所以你主动了吗？有改了吗？你在节目也这么吵吗？也挺吵的。有人投诉过吗？倒没有，他们没有空搭理我。你最喜欢他身上哪一点呢？有这个吗？有啊，我看啊。有啊，写在上面吗？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你给我看。你们真的有。你给我看。因为 dating 的话，你也要跟他出去个这么1-2天的，很浪费老娘时间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好久没见啦！没有想到时隔1年，又收到了来自导演组的任务，然后刚刚好李茂峰这两天过来找我了，咱们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就勉强请他吃个饭吧。我今天画的这个妆可忒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听子。今天呢，我收到了一个任务卡，是需要请我的好朋友吃一顿饭。那话不多说，大家跟我一起去吃饭吧。友友们，我现在刚刚回家，然后我的朋友就在路上，大概5分钟之内他就会抵达我家现场。然后今天我要请他吃椰子鸡，然后呢，他已经在我家吃过800次椰子鸡了。天哪，我今天只画了一条眉毛，当然也画了粉底，感觉有点素，补点妆吧。好歹要拍摄。Hey guys， 我是 Kelsey 陈如意，然后今天收到了请吃饭任务，准备在家做一个健康的 brunch， 然后准备邀请的是我在澳洲认识10几年好朋友 Harris， 没有人可以让我下厨，除了我的姐妹们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就是进行一下这个椰子鸡大讲堂。秘诀就是要买这种鲜椰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沙姜。吃椰子鸡必须要有沙姜哈，其他的姜都不行，就必须得用沙姜，必须的。对，练臂，像那个就是健身啊。大家好，独立女性健身法，如何拥有直角肩？可以了。你在节目也这么吵吗？也挺吵的。有人投诉过吗？倒没有，他们没有空搭理我。10个人呢，谁能注意到你吵不吵呀？上桌，看起来很不差啊。干杯！你素谈。你知道我上节目之前 ，KK 跟我录那上综艺前的48小时，是啊。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如果只给你什么几天时间去了解这个人，你会跟他干嘛？我说一定要坐下来吃一顿饭，就是对我来说，跟他吃一顿饭，我们聊的东西，在这顿饭里面我们给彼此的这种氛围是什么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一定要坐下吃一顿饭，就是喝一杯咖啡、喝一杯酒，这些都不如吃一顿饭。要吃饭，要正式。对节目播出的期待和顾虑。对，期待和顾虑，你有吗？肯定有啊。期待就是觉得挺好玩的，因为像换装游戏一样，然后你被推到这样一个场合里面，一定要跟一个人产生一些什么，其实对我这种人来说是优势，因为我在现实生活里太难被人锁定了。你这话说的好心酸啊，姐。就在现实生活里，大家都觉得我就是。你知道我身上散发出一种狗不理的特质，就是我有个朋友评价我，他说你看起来是那种啥也不需要，狗见了你都绕着走。哎，你要说这一点，我觉得这是我的困惑，但我现在也跟这个和解了。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产生爱情，你一定要显得自己非常的绝望的渴求爱情，然后才有人接近你，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不是我想要的爱情。KK 说。你散发不出来这种磁场，其实好的，因为那种会寻找那种弱的磁场去接近的人，其实不适合你。对啊，就让我最有感觉的点是在于，我觉得哪怕你是这样想，但你还是会给一种，就是你一个人你也能，比如说跟自己去相处，
但很多人其实做不到。是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其实在外面的时候很难，被人长期的接触。然后呢，在节目里是他们被迫就是得跟我接触。你喜不喜欢？反正今天你就是得跟我约会，咱俩抽到一起。喜欢是吧？也没喜欢啊，但也无所谓啊，就是你反正你今天就跟我接触，然后也有慢慢喜欢上的，但也有就是被你的强又吓跑了。我觉得都还好，就都是体验。顾虑就是怕害怕呀。观众因为看这种节目，他就会永恒的看这么几秒，然后你这么几秒钟会永远的留在历史上。其实它是会被放大的，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种会搞砸很多事情的普通人。就是我顾虑的是，普通人的悲欢情仇放大以后，它会带给你后续生活什么样的影响，以及它是一个好的应该去传播的事情吗？就大家对它的理解会更加成熟吗？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有没有很久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天。那你待多久这次？我待到明天，我晚上就飞走了。那你就是特意过来对，时间给我，对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 Of course。点了一些内脏烤串，你爱吃内脏吗？我不吃内脏。我巨爱吃内脏。我跟你讲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去吃了大肠，然后我们吃了那个叫什么重庆小面类似。然后呢，我跟另外那个男嘉宾疯狂吃大肠，我们2个人点了4、5份肠，就专门吃肠。这变成一个梗了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你平常做饭吗？我平时做很少，但是以前出国上学的时候会做，会煲汤，而且也比较有时间。工作之后其实就少很多。所以那你期待你的男朋友做饭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。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滑雪，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露营山跑，做点烤牛排、烤羊排什么的。然后会在家里就是做一些意面，然后煲汤，但是频率不是很高。所以你平常就觉得点外卖什么也都 OK？ 是 OK 的，但是我是觉得2个人一起去买菜、备菜、做饭是很浪漫的、很有爱的一件对，事。确实。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跟现在感觉就很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南方的软妹子。真的就觉得是那种温温柔柔，然后说话也轻轻柔柔，但是就是久了就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内心秩序感很强，然后蛮理性，然后就可能跟你的行业有关吧。因为我是搞艺术的嘛，所以我就觉得你是那种非常非常大女人，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是个小女人。就你去参加恋综，其实我还蛮惊讶的。对啊，就是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这个体验非常的特别，很真。当然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学习、工作、生活都很忙，那感情只是你生活里的非常小的一部分，你是很难做到说，像我们恋综2个星期里面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全心全意去感受嘉宾之间的情感波动，然后去体验，心动的感觉，然后去给对方回馈，情感的回馈。那这种很沉浸式的乌托邦的感受，就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这期是姐姐季嘛，可以看到姐姐其实都很勇敢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。就是勇敢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啊，我主动，我可能就是在感情里处于低位。但我觉得，其实我们到一个年龄之后，我们其实没有在特别 care，就是说谁先迈那一步啊，或者说我是不是吃亏了呀？我觉得主动其实是一个快速筛选的过程，我觉得是强者会做的。我觉得女孩子都要勇敢，因为我觉得比起被拒绝，我更害怕后悔。我觉得这个后悔的情绪其实是会伴随你更久的。就如果你前期你的勇敢和主动已经，你已经做到 max 了，那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也不会有任何遗憾的情绪。我觉得爱情不就是你敢给，你又敢走吗？你抛出去之后，你就看对方接不接受。如果接不住，就说明这不是你的缘分。对，确实。所以你主动了吗？你勇敢了吗？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主动勇敢的人。
是谁呀？这是？你说我吗？我是请你吃饭的人。坐 ，please。我坐是吧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被这个姐姐请吃饭的对象，我叫林猫峰，然后碰巧是这个人的男朋友。好巧，说你怎么这么眼熟？的观众朋友们，很久没见了，我们俩还在一起呢，是吧？饿了，真不错。回到杭州，我这个选菜，你的这个选餐厅的这个雷达开启了。我已经讲过了。其实这个店是林茂峰选的，虽然是我请他吃饭，但是他挑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出门吃饭的时候，一般我找的店都会非常的难吃。他来给我们选题。好，又回到之前的那个时候了。这个我熟啊。那给你讲讲录制时候的故事。你是说以前很久之前录制时候的故事？之前我们录制的时候，你们可能没有看到，每次我们餐桌的时候会有那种餐桌小卡片，皮皮会让我们聊。哎，怎么你的声音夹起来啊？一点录制视频就夹起来了。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夹。不过你脸好小。怎么这样？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聊的共同话题其实就是吃饭啊，很少见到有人就是会吃这个。我们潮汕有一种特产，叫血蚶，就那种带血的那种贝壳。那么这个是菜的，那种带血的贝壳，然后那个东西呢，我们自己当地人都不吃，吴一纯吃，我靠。什么意思？不，就是很厉害的样子，正常人肠胃接受不了，然后也没有年轻人喜欢吃那东西，但是呢，难得吴一纯很喜欢，然后我就大为震惊，然后我们就从那开始聊起来，它是螃蟹啊什么都是很好的地方。你不吃？哦，好好吃啊！它那个酱很好吃，这你喜欢吗？就叫猪耳朵，你的耳朵。你请吃饭的这个朋友，这个对象，你最喜欢他身上哪一点呢？有这个吗？有啊。我看没有啊。有啊，写在上面啊。有，真的有。我给我看。你们真的有？你给我看。我刚刚看什么都没有。你看这里。有什么记着？真的很久没做饭了，好怕翻车哦。假如翻车了，我相信 Paris 也不会怪我的。Oh my god! Too much! 哦，对，刚刚还有个西红柿忘了。My god！ 好吧，一起切吧。事实证明，虾仁不太能用空气炸锅，虾仁有点干掉了。希望 Paris 不要怪我，希望他硬着头皮吃下去。那我们就迎接他到来吧。我真是太贤惠了。来评价一下今天的菜式，是不是都是你爱吃的？全都是我爱吃的，而且是比较健康的，对，很不错。先喝一口这个，是不是很好喝？是健康的味道。健康的味道。忽略了好喝，开心开心。你觉得25加之后跟之前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？我觉得25岁之后有一个点就是懒得去社交，对，认识新的人，就更加喜欢 settle 的感觉。我也是，我也很久没有去社交认识很多新人了。一个是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靠谱的人，然后但是由于我们不怎么社交，
其实很难谈恋爱这种状况。不爱社交可以网恋啊，也很开心啊。我觉得在家看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跟恋爱其实也差不多吧。就是看到好看的美剧啊，或者是追什么剧，比出去社交就是一些谈恋爱，对，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人要舒服得多。就是我虽然5年没谈恋爱，但是我见了很多人，我也 dating 了一些人，然后我发现他们的目的性我能看得很明确，就是没有什么真心跟你相处的人。因为 dating 的话，你也要跟他出去个这么1、2天的，很浪费老娘时间。你有想说以后结婚要跟一个什么人结婚吗？我结婚一定要先有爱情。如果他长得很帅，但是你跟他没有爱情，那我很难不跟他有爱情。OK， 然后我现在这边收到了一个小测试，就感情小测试，我给你测一下。好，我最喜欢做这种测试了，真的很喜欢。对，就梦回初中。OK， 好，第一题就是，假如世界末日来临，你只能解救一种动物，你会救以下哪一种？A. 兔 B. 羊 C. 鹿 D. 马。我选鹿吧。鹿 C。好，第一题是反映了你在现实生活中会被哪一类人所吸引。选部的话是优雅极有礼貌的人。哎，真的确实，我喜欢优雅的人，有礼貌的人。我喜欢那种表面上非常 polish 的人啊，就很体面，就是一官禽兽型的。确实是会节目中有这样的吗？你看节目就知道了。马最实用。马肉能吃，然后马能跑，马还可以挤马奶。就是你救马的目的是为了杀了它，是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世界末日中的一种动物，你可能从生物结构上去判断哪个最合适吧。它这里写呢，马呢表示你会被不受约束、向往自由的这一类人所吸引。你是吗？我挺受约束的呀。受什么约束？你受法律约束。假如你有能力使某种动物消失，你会选择哪一种 ？A. 狮子 B. 蛇 C. 鳄鱼 D. 鲨鱼。蛇吧，因为我很害怕。OK， 反映了对方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想要分手？你的选项是情绪化、太过喜怒无常，而你不知道如何取悦他。这不是我刚才讲的吗？我是觉得，受不了对方情绪起伏特别大，就是上一秒还是说啊宝宝好爱你啊，然后下一秒就跟你吵架，那个掀桌子那种，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情绪负担特别大，而且会很消耗我。好准啊！这个测试题。假如你有能力可以驯服所有动物，你会选择哪一种动物来当宠物呢？恐龙、白老虎、北极熊、猎豹。白老虎。白老虎的反映了你对婚姻的态度，你认为婚姻是珍贵的，你会认真经营。对，我对婚姻其实还是有一种幻想的，就是能和一个人白首偕老这样。都是假的。你选的是白老虎嘛，对吧？然后选白老虎呢，表示说你认为婚姻是珍贵的，你会认真的经营，这反映的是你对婚姻的态度。那其他几个不认真？看一下，恐龙是你很悲观，认为不会再有幸福的婚姻。是我选恐龙，你选恐龙，你选了恐龙。我会选恐龙。猎豹。为啥？解释一下。你看，猎豹。解释一下。最后一题，假如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当一种动物，你会选择当 A. 狮子 B. 猫 C. 马 D. 鸽子。体验一下鸽子吧，鸽子好，飞翔，飞，反映你对爱情的看法，渴望自由，更希望安逸。飞翔过后，你还会回到家中。这个我也是去选鸽子。我们独立女性，对，就是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然后回到家里还是有个温暖的人等着，真很好。
这题蛮好的，蛮准的。鸽子，我想看一下飞在天空中是什么感觉。你对于爱情的看法？你渴望自由，更希望安逸。飞翔过后，你还会回到家中。是的，这还蛮准的嘛，这个测试。现在已经是12点半 ，Vivian 刚从我家里走，然后我收拾完所有的垃圾，打算现在去睡觉。确实，最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叫朋友来家里吃饭。我觉得请人吃饭其实也是一种给，通过给去表达自己的爱，通过给出爱，其实比主动去索取爱，或者是一味的去计算获得爱，来说是一个更有力量的体现。这一次见到 Kelsey，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，首先是身体上面生活更加健康了，然后整个人的气质啊，也就是身体就更好了，就对比你前2年就是更加 musculous 了，就是有肌肉，我的线条，对，有肌肉了，所以就很为你开心。然后你不谈恋爱的话，证明你感情人没什么波动，我也是很放心的。就是健康开心最重要。是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漂亮姐姐请吃饭计划就完成了。谢谢我的特邀来宾 Paris。谢谢漂亮姐姐请我吃饭。我觉得这家餐厅还蛮好吃的，确实还蛮好吃的。你就常来，你多来北京看看。好，可以。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没人陪。你需要一个给你拍照的。我需要有人陪我玩，陪我聊天，陪我聊聊情感。你有吗？We'll see。我希望我有吧。好。我们要拍个 ending 吗？要。好。那么你说？谢谢姐姐请我吃饭。你好，加多龙虾。谁买的？谁买的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是这样子了。拜拜。拜拜。